日产这次真的懂了，11.99万到14.99万元，合资车的价格天花板就此被打破。2025年，合资品牌终于在新能源赛道全力出击。从上汽通用 GL8 路上，广汽丰田博致 3X， 到东风日产 N7， 一波新车接连亮相，市场反响热烈。GL8 路上上市2周大点订单破万，博致 3X 4月交付7500台，而 N7 更是在上市首日便收获10138台小订，强势突围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高度本土化，供应链均来自中国，智驾系统用国产方案，是真正意义上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。你要彩电、冰箱、大沙发，你追求遥遥领先。既然你想要，那就一次性给你配齐冰箱、彩电、大沙发，还有华为智驾，用合资的品质打底，国产的价格猛砸，这波组合全够狠。东风日产 N7 就是这场合资车反击战的先锋。这是一辆挂着日产 logo 的国产电车，不看车标，你很可能会以为是哪家新势力的新品。那问题来了，既然合资车也用国产供应链，它和国产车的差别在哪？别看现在很多合资电车也用国产供应链，但光看用谁的远不如看怎么用。第一，供应商对客户的待遇是分等级的。如果你是零部件厂商，你会把最好的一批货交给信誉好、付款准时、合作稳定的丰田。本田、特斯拉还是选择账期长，利润压得死死的某些国产新势力，答案不言而喻。这些跨国大厂重视长期合作，不轻易压榨供应商，质量标准严于国标，自然也就能拿到更稳定、更高品质的产品。第二，同一家供应商，不同车企的标准完全不同。别以为同一条生产线出来的零件，质量都一样，这理解就太天真了。零部件是按订单要求定制的，每家车企对品控的要求千差万别，尤其是像丰田、大众、特斯拉这类国际品牌，他们宁愿贵一点也要守住口碑，因为他们知道，一辆电车翻车，可能连带整个品牌几十年的油车信用都赔进去。第三，合资品牌最大的护城河其实是售后与供应保障。不少国产新势力的问题不是产品，而是交付之后的事，缺配件维修难，售后响应慢，才是让人糟心的地方。而合资车企背靠全球体系，就算哪天战略收缩，售后和零配件供应也有兜底方案，不至于让消费者孤立无援。所以电车怎么选，技术差异越来越小，但品牌差距却越来越大。你要的是一辆能陪你跑10年，修得起、修得快，车机还能稳定升级的车，那还是得选大厂，选有历史、有信誉的品牌。所以进入2025年，当上汽通用GL8上，广汽丰田博致 X3、东风日产 N7 一出场，销量直接起飞，消费者越来越清醒，买电车也开始看底子和底气。N7可以把它理解为纯电版轩逸，但在智能舒适、配置上全面拉满。高通 8295P 旗舰芯片，Momenta 联合研发的端到端智驾系统，彩电、冰箱、大沙发配齐，910瓦大师级音响加持。整体产品力对标小鹏 P7、比亚迪汉 EV、特斯拉 Model 3，价格却只有他们的一半。在智能化表现上，N7已达到为小李华的主流水平，改写了合资品牌智能体验落后的局面。N7搭载15.6英寸 2.5K 中控屏，8295P 芯片和 Nissan OS 全新车检，UI 交互流畅度完全对齐主流新势力。系统还集成续飞星火 DeepSeek 大模型，语音交互更自然，响应更灵敏，视听体验也够硬核。910瓦音响，10英寸低音炮 AI 定制音效，双升降扬声器，主驾头枕音响，堪称移动影音房。智驾方面，N7直接杀进第一梯队，支持高速、NOA、城市记忆领航、记忆泊车等功能。
靠 Momentor 定制算法加持，合资品牌从未如此智能。舒适性是日产 N7 的杀手锏，果然能打败沙发厂的只有沙发厂。N7 最惊艳当属它的 AI01云毯座椅，日产 N7 配备的 AI01云毯座椅，内置49个传感器，19个智能气囊动态适配座次。这套系统原本只出现在40-50万级豪车上，如今日产把它带进10万级市场，再加上 5.8 升独立压缩机智能冰箱，2915毫米长轴距。N7 可以说是把家用舒适卷出了新高度，车身尺寸全面超越 Model 3，接近比亚迪汉 E、微小鹏 P7 加，对比比亚迪秦 Plus EV、小鹏 Mona 03等竞品直接高一个级别。智能有了，舒适也拉满了，那品质靠谱吗？答案是，不仅靠得住，还很能打。根据2024年 JD PAR 报告，中国新能源车百车问题数上升至210个，质量问题加剧。而可靠一直是合资车的强项，东风日产 N7 也稳稳延续了这份品质和日系的一贯稳定。在智能之外，把可靠性也拉满，才是真正让人放心的家用电车。电池方面，N7 搭载73度希望达磷酸铁锂电池 ，CLTC 纯电续航里程达625公里，不仅续航领先比亚迪秦 L 和小鹏 M03， 更是业内首个通过4针次测试且无热蔓延的高安全电池，已全面符合2025年新版国标的24项要求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是一辆合资车，出了问题，你不是一个人。国产车出了事，可能是车主被公关，而合资车出事，全网替你发声。在舆情和售后层面，合资品牌依然是那块压舱石。就像东风日产 N7，它最大的底气不只是堆料和智能，而是2个字：可靠。你不会看到它开2年底盘就生效，也不会出现筷子悬挂这种偷工减料的设计。更关键的是，出了事，是品牌站出来扛事，不是你一个人扛热搜。而某些国产品牌出了事，全网声讨的不是车企，而是你本人。总结，东风日产 N7 是真正懂中国用户的合资电车，它用国产供应链打价格，用国产智驾拼智能，用日产可靠性守品质，用越级配置卷舒适，一拳打出智能舒适、安全品质、价格5连击，打响了合资新能源的反击战。在15万元这个级别里， N7 不是选项，它是答案。有一说一，日产 N7 更像一部纯电版的轩野家用买菜车。日产只要把 N7 的口碑做起来， N7 有望成为东风日产纯电时代的新轩逸。以前合资厂搞新能源一个比一个保守，被国产车锤得体无完肤。现在醒过来的日产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：过去合资厂太佛系，才让国产新势力抢了风头。可只要他们一认真，爆款就是时间问题。那问题来了，预算只有15万，你会选广汽丰田的博致 3X， 还是东风日产的 N7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选择。